是的，整整1年了。Hello， 大家早上好，杰克从新加坡回到马来西亚满1周年了。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尽量发问。第一个问题，有后悔吗 ？YouTube 平均收入多少？你是不是打算在 Malaysia 发展了？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G频道大马番薯日记，我是杰克。今天呢是2022年的6月1号，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星期三。对一般人来讲是非常普通的日子啦，可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在去年的6月1号，也就是我跟我太太正式从新加坡回到马来西亚的那一天，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我们之前的那一支影片。那一支影片呢，就是我们第一天回到来，然后入住隔离酒店，进行14天的隔离。讲真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一转眼就已经1年了。是的，说我们已经从新加坡回到马来西亚整整1年了。原本今天我是没有想要拍什么东西的啦，可是就想说应该要拍一点东西来纪念一下啦。那么今天的影片会以怎么样的方式来呈现呢？现在呢，我会录一段 story 在我的 IG 里面，让有追踪我 IG 的观众朋友们发问。因为其实打从我从新加坡回到马来西亚的这段期间啊，都有非常多的观众私信我发问很多问题，所以这次呢，我让你们来发问，在我的 IG 里面直线 IG，OK？ 现在就让我来录一段 story 先。Hello，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就是杰克从新加坡回到马来西亚满1周年了，所以呢，今天要来拍一支影片，我会在 IG 这里发问。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我的话，可以在这里发问 ，OK？ 或者是下一个 story 我会放一个问题栏给你们问，然后我会在下几个礼拜吧，就把这支影片 po 出去啦。所以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尽量发问 ，OK？第一个问题，有后悔吗？好，其实这个问题有很多人都问我，而且在上一些报章啊，或者是一些媒体的访问的时候，他们也是会有问我这个问题啦，就是问我从新加坡回到马来西亚过后有没有后悔。其实我觉得后悔跟在你做决定的那个当下是有非常大的关联的。我本身是觉得啦，如果你在做一个决定之前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的话，过了一段时期过后，你应该会后悔。但是像我，好像我之前有在一支影片有讲到，我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都会下定了决心，然后才去实行的。因为在我做一个决定之前，我都会想很多，然后我会想到以后 planning 是怎样啊，还有很多 different way。如果是这个东西不 work 的时候，所以可能我就来跟你们讲一下我的经历吧。因为我回来过后，与其讲后悔不后悔这个东西可能我会比较注重在于学到跟没有学到这个东西啦。不如你们这样子想一下，如果之前我还在做我之前那份工作，还是一样待在新加坡，然后我也没有做什么决定要回来，那时候的我应该会很痛苦，因为那不是一份我很想做下去的工作。反观的，你看我现在，我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东西，再来就是我学到不一样领域里面的专业。所以如果你问我后不后悔的话，我想跟你讲的是，因为我之前有做足了功课，做足了准备，所以现在的我是完全不会后悔我当初的决定的。而我现在看的东西不是后不后悔，而是有没有学到东西。因为不管成功或者是失败，我都一定会从中学习到很多东西的。所以后不后悔跟你当初在决定的时候所做的准备是有相当大的关系的。OK， 趁他在上传这的时候，我就来回答一些问题啦。好，所以现在来回答一些问题，因为影片在上传这，等一下还是有一些陆续工作要做的。但是简总先来回答一些问题先看一看有什么问题。OK， 这个 Will you come to Sarawak fan？ 哇，想不到我在沙拉瓦也是有观众，非常谢谢你的支持。其实我没有去过沙拉瓦，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去沙拉瓦的，因为我听讲在那里有很漂亮的海滩，我从来都没有去过那边。等疫情再好一点点的时候，我就会 plan 去那里啦，因为我觉得在那边拍影片应该会很不错啊。再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Ray OK， 他问，请问你的发型师手艺怎么样 ？Ray， 你讲嘞？自从我的头发给你照顾了过后，我的整个形象上的改变，我觉得大家都是有目共睹啦。所以你的手艺在这里，我要给你一个赞。好，现在是下午1点15分，午餐时间。因为粽子节要到了嘛，端午节要到了，所以今天的午餐就是粽
粽子，顺便来回答一些问题，助理来帮我选一些问题。几时回去 UUM 拍摄，回味一下大学的生活和介绍自己的母校。 OK， 讲真的，我有这个想法啦，我很想回去 UUM， 就是我的大学，马来西亚北方大学那里拍摄。在北方大学的感觉啦，就很像是在外国。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 ，UUM 的校园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如果真有机会的话，我真的很想回到去那边看一下我以前住过宿舍，我以前上课的地方，还有我也想让你们看一下那边的环境，就是我以前读大学、念大学的环境是怎么样的。有机会的一定会去到的，而且那里的风景真是跟这里很不一样，北部跟南部的风景沿途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有机会的一定会拍给你们看。 OK， 接下来回去1年了，会不会想 convert 了？有孩子的烦恼，会不会想恐问？什么意思？回去了1年会不会想恐问？你是不是想问我回来了马来西亚1年过后有没有想要再回新加坡的打算？然后 convert 成 Singaporean 是吗 ？OK， 首先先回答你的第一 part 哦。convert 的话，现阶段我不会把话讲得很死啊。可是其实有98%我是不会 convert 的，因为讲真的，我的归属感还是在马来西亚比较深。然后孩子的烦恼，如果你是父母的话，你肯定知道啦。有时候你觉得很可爱，然后有时候你会觉得很小恶魔这样子呀。我希望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啦。When coming back to Singapore again？ 其实我都有时常回去新加坡的，只是讲回去做工的话，现阶段没有这个打算，只是我回去拍片而已啦。我可以问问，要做有盈利的 YouTube， 一定要1000或5000的 subscriber， 要怎样达到呢 ？OK， 这个是关于怎么样去经营 YouTube 频道啊。如果你要获利的话，首先你一定要有1000个 subscriber， 还有4000个 watching hour， 然后你才可以达标，才可以开通盈利。至于要怎么样达到的话，就要看你的频道是拍摄一些什么内容哦，可以有生活类的，可以有美食类的，可以有旅行类的，各种不一样的。但是你一定要找到你自己的方向啦。如果你的内容是观众喜欢的话，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在很短时间里面达到这个要求，获得盈利啦。OK， 好，吃饱饭，然后也完成另外一部分的工作啦。现在来继续回答你们的问题。分享你女儿的衣服，我要怎么样去分享呢？去衣橱拿一个衣服来秀你吗？其实你可以直接去我之前影片看一看，还有穿很多不一样的衣服。如果你想看的话，随时都可以打开我以前影片来看。OK， 目前的 YouTube 收入跟之前刚开始全职的 YouTube 收入对比 ，OK， 我刚开始的 YouTube 收入，我记得只有几块钱美金啦，所以跟现在相比的话是差很多倍的。现在的状况当然是比之前好啦，不然我又怎么会继续下去呢？但是我没有办法给你那个 exact 的 amount， 我只可以跟你讲，对，现在的收入是真的比之前好很多。你是不是打算在 Malaysia 发展了？其实我没有讲一定要在哪一个国家发展，如果哪里有好的发展，就会往哪里去。但是现阶段，因为我的家人都在马来西亚，而且我对这里的归属感也比较重，所以现在还在摸索当中。如果在这里找到了出路，当然会继续在马来西亚发展。你跟你太太是怎么认识的？这个可能去问一下他，看他还记得吗 ？OK， 助理，有观众想知道我们是怎样认识的，你可以大概讲一下吗？就通过我的朋友，就是我之前在新加坡的 roommate 想去追他之前在新加坡的 roommate， 这样子的一个缘分啊。然后呢，现在他们都各自过着幸福的生活，然后我们就在一起，然后结婚生小孩啦。这个就是我们认识的过程。Next， YouTube 平均收入多少可以 support 开销？打算回来新加坡工作吗？好 ，YouTube 的收入呢，现在对我来讲是够用的，可以 support 到我的开销。可是如果要过比较奢侈的生活，暂时现阶段还没有这个可能，还需要再努力多一番。过后可能就有机会可以享受这样子的生活。打算回新加坡工作吗？至于打算回新加坡工作吗？有另外一个观众也是有问啦，还有打算再回新加坡工作吗？其实现阶段我是没有打算要帮人家打工的，不管是在新加坡或者是在马来西亚啦。其实如果我要去找一份工作是很简单就可以找得到了，只要发 resume 就可以找得到了。可是毕竟我都已经帮人家打工了10年了，我不想一辈子都这样子帮人家打工，所以现在还在 try 看一下有没有办法可以找到一条比较明确的道路，自己出来闯一闯，所以还在努力当中。现阶段还没有打算回去帮人家打工。接下来有什么计划想做的 ？OK， 其实过多1-2支影片我就会讲到这一个啦，所以暂时不透露先，敬请期待。OK，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没想过在马来西亚 run business 吗？有，可是如果你是直销啊、保险公司啊，可能现阶段我的 priority 不是在这边，所以你们也不需要来找我，因为有很多都来找过我，但是我没有准备去做这些先，因为我目前的精力只想花在我的内容创作上面。所以你问我有没有想 run business， 我想 run 的 business 也是有关于我的内容创作的。下一题，已经离职了一段时间，如果返回工作岗位，会不会有影响到呢 ？OK， 这个的话
话，对我来讲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其实我并不是离职过后没有在做东西，我离职过后也是有在经营我的自媒体，所以就算如果我真的是要回去打工的话，我的 resume 也不会有一个空白期，我也是有东西可以写上去的，因为其实我是在经营自己的自媒体嘛，打造个人品牌，而且我也是有去做 Grab 啊、送餐、送货这些，所以如果要讲 resume 这一方面的话，对我来讲不大影响，除非你真是离职过后什么东西都没有做，这样子的话，如果对以后回去想要打工的人来讲就会有影响啦。申请 Grab 的过程多久？我的过程呢是有点久啦，我是讲在马来西亚的，因为那个时候还在 MCO 嘛，所以它的总部没有开。可是现在我听人家讲，如果你要申请 Grab 的话，过程是蛮快的，而且如果你是在新加坡的话更加快，过了那个 course 1-2天你就可以去送餐了。下一个问题，能不能给那些想回流大马的朋友一些意见？这个其实我只可以跟你讲，看你自己啊。以一个外人的角度来讲的话，要给你们意见其实有一点难，因为有很多案例都是这样子的。很多人嘴巴上都是讲我要回去马来西亚什么之类，可是行动上就有一些欠缺。不是讲你们只会想不做，这里想跟你们讲的是，你们要想一下你们的优先考量是什么咯。你们真的是那么想回来吗？如果你们回来了过后，你们要怎么样去应付你们生活上一些开销？你们要怎么样去取舍？因为如果你真的打算回马来西亚的话，你一定要舍弃一些东西的，而那些东西你到底舍弃得了还是舍弃不了？所以这个也是很个人的啦，我没有办法给很专业的意见，追根究底都是看你怎么想，看你有多想，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OK，大致上呢，现在的问题是都回答到778啦，重复的问题我就不会再回答啦，好像你有没有后悔啊这些也是有蛮多人问的，多一下子呢就要去接我女儿回来啦，所以等一下再看还有没有问题。OK， 来一个环柔佛旅行。环柔佛的旅行啊，其实我有一个很疯狂的想法啊，就是想环岛，但是骑脚车环岛旅行。可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不会实现啊。环柔佛旅行的话，有机会的是用车哦。当我比较有时间的时候，就会考虑去做。大学读什么科系？工商管理的荣誉学位。请问你现在已经供完你现在住的马来西亚房子了吗？还没有。我记得我上次我买房子的时候是拉35年来供。我有先前的话，有一笔资金的话，可能我会考虑一下子丢下去供完它啦。现阶段是还没有供完的。喂，这么你哦，撒娇啊，你看啊，回到家了。Hello， 我回来了，我要去玩喽。OK，so 现在已经回到家了，现在再来继续回答你们的问题。回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这个你可以 refer 回我有一支影片，是讲述在新加坡10年的收益跟改变。好啦，我觉得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其实我有看到有很多相同的问题，我没有一个一个去回答，因为问题是重复的。但是你们发问的问题我全部都有看到，非常感谢你们的参与。还有讲真的，从新加坡回到马来西亚，不知不觉就这样子1年了。其实间中有很多过程是你们没有看到的，不管是辛苦啊、开心啊、酸甜苦辣什么都有啦。最重要的是，只要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样子就最简单、最快乐的啦，是吗？是。他不懂我讲什么都讲是 ，OK， 所以呢，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影片。如果你们觉得今天影片不错的话，就给我一个赞吧。赞吧，拜拜。等一下先。还有，如果你们还没有订阅我的话，请订阅我，然后打开小铃铛，因为订阅跟打开小铃铛是完全免费的 ，OK。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我们下一支影片见，拜拜拜拜拜拜，下一支影片见，耶。